当雷声再次响起的时候，克鲁知道给他的时间不多了。雨水里掺杂着碎冰，这是一种不好的预兆。克鲁独自一人探索西伯利亚的森林深处，刚到无人区的他竟然发现了一个房子。从房屋的腐朽程度看来，这个房子至少废弃50年了。令他更没有想到的是，当他打开门准备进去避雨的时候，屋顶上竟然还有一个窟窿在漏雨。这个房子应该是曾经的猎人小屋，很久之前猎人打猎都是住在这里。此时雨水里掺杂着碎冰，克鲁知道今夜一定会非常冷，他准备今夜就在这里躲避这场冰雨。如果现在你所在的地区还超过30度，就请在评论区吱个声，我看看哪里还这么冷。一般这种猎人小屋都会有一个隐藏的房间，当克鲁打开里面的屋门之后，这个里屋不仅不漏雨，而且还有一个壁挂炉在里面。有了这个小屋，就算是夜晚下冰雹，克鲁也不用担心了。外面还在下着雨，现在克鲁需要找一些柴火来把壁挂炉点燃取暖。屋内的柴火他准备留着在以后更需要的时候再用使用。他锯了几节10公分宽度的原木，这种木头只需要几根就可以烧一夜。锯好木头之后，他把潮湿的木头放在了小屋的门外。他来到了屋内，现在他的身体非常冷，外面的冷雨让克鲁即将就要失温，他需要尽快的点燃壁炉。他用屋内干燥的柴火作为火种，放进了壁炉内。第一次由于氧气不足点火失败了，再次尝试的时候，火就在壁炉内部慢慢的燃烧了起来。可别小看了这个壁挂炉，当里面的火将壁挂炉和烟筒烧到通红的时候，小屋内会变得非常干燥舒适。当房间的温度在慢慢变暖和的时候，克鲁也把自己的装备全部拿进了屋内。他将东西收拾好之后，把刚才淋雨时穿的衣服也放在了炉子旁边烘烤。如果身体一直潮湿，很快就会失温。如果失温在无人区的雨林里，那就是噩梦般的存在。紧接着，他出来把刚才找到的原木用斧头劈成小段的柴火。目前屋里的柴火已经足够他过完今夜。把柴火摆放好之后，他找出了2根粗一点的木头放了进去。壁炉里的火至少能维持2个小时左右。而克鲁也要去森林中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寻找到今夜的晚餐。当他看到眼前有黄色东西出现的时候，他观察了一下，这种菌呈淡黄色，并且呈喇叭形，这是一种非常美味的菌类。克鲁之前看过资料，这种黄菌喜欢长在高海拔潮湿的地方，并且味道非常鲜美。当他回到小屋的时候，天都已经黑了，西伯利亚真正的主人也在嚎叫着。克鲁赶紧回到了屋里面，关好门之后，他今夜都不准备再出去了。他把蛋黄菌洗干净之后，放进了小锅内开始翻炒，然后再放进去一些土豆。当菌类的清香碰撞到了土豆的时候，一种特殊的香味就飘散了出来。虽然条件有限，但是克鲁的这一顿晚餐他自认为非常丰富。蛋黄菌不仅味道鲜美，而且还有腻。当他美餐之后，外面依旧大雨倾盆，而克鲁的眼皮也开始打架了。他要在这个温暖安全的小木屋里好好的睡一觉。如果此时你所在的地方没有下雨还很暖和，那真的就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。